这个紫砂壶啊，从古至今尤其被文人欣赏，但是一直没有一个评壶的标准，怎么叫好，怎么叫坏。我第一个树立起来这个评壶六要的标准，声韵、形态、颜色、意趣、文心的适应。紫砂小史呢，写的紫砂历史，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把这事情给披露出来。我的主要这个研究方向还在中国书画，本来没有兴趣在研究这个紫砂壶的。那时候30多岁，从美国回来先带了钱也花光了，写点稿子赚点稿费，就有一个人来找我说你研究一下紫砂壶吧。但是他把资料都拿来了，哎呦，我说那资料拿一大堆来，那就方便了。我就看了，我一开始看那个壶啊，几块钱一把的，将近1万块钱的一把，我看都差不多。1个月之后，我看那个壶，那1万的和几千就不一样。茶壶我不想看，看到我就开始动手写了，真正的从学术上研究它。那我这还真是第一本了。壶人都拿我的书去买，研究紫砂壶那是很好玩的事情。中西历史，这个海上霸权历史，什么资本主义摩崖历史，宋代以后的这个历史在紫砂壶里都有反映。宋朝呢是滥觞期就开始了有紫砂壶了，这很多诗词都写当时有紫砂壶了。你比如他讲那个紫砂新品范春华，但真正这个兴起来是明朝，朱元璋是个叫花子出身的，他当家以后呢，他就规定这个商人不准用金用银。这个有钱人也有办法，你不让我用金，不让我用银，我就把这个紫砂壶做得非常精致。说后来这个壶越做越好，说泥土以黄金争价，黄金的价钱还不如泥土贵，这也是紫砂壶这个达到兴盛期的重要原因。解放后呢，做紫砂壶是以前几倍倍几千倍，这个鱼龙混杂，就技术而言超过古人，但是整个艺术性来讲呢，还不可能超过。你看陈半生，就曼生壶18世，他是个大文人大书画家，他来这个设计的壶，那个文人气质非常浓烈。你现在没有这种气质的文人了。文学修养是最关键的，这个紫砂壶最要紧的是神韵，差一点就俗，差一点就雅，决定是你这个壶是实用品还是艺术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标志。那不是靠技术，靠学问，靠修养，靠先天生下来的那股气，这个形态也很关键。你看这个壶，它就是自然形，但是你看它这像个柱子，像个竹节。会欣赏壶还欣赏这个虚形，虚形呢就是那个把子之间和壶之间那个空间。文心呢就上面紫砂壶上可以画画，可以题诗题文。这个壶你看往上面刻着画，你看这个和他说我看见2个隐士在里面这个山里面准备写诗，这也很高雅，也得适应。你因为紫砂壶不应该喝水呢是吧？你看这个壶嘴壶口和这个是平的，古人很讲究这个，一定要3平，这样在一条线上。我想那个一个贡春，这是石大彬名气大，第3就是陈文远，因为他代表一个是创始者，一个是最有名者，一个是做的最好。贡春呢原来是一个文人的书童，他没有事的时候呢，他跟那个和尚学那个做壶，大家认为他是紫砂壶的始祖。石大彬是名气最大的一个人，古人经常讲的石大彬的壶，王羲之的字，唐伯虎的这个画，他的壶呢也很朴实不花哨，也很符合文人的欣赏。我觉得这个水平最高的还是陈文远，清代的，他就有一把壶是个扁壶，上面有几个蚕在吃叶子，那个做的精致啊，真是不可言传。我这个人是个爱国主义者，我觉得中国文化那紫砂壶是全世界第一，我就通过这个美术史弘扬中国文化，宣传道义，宣传正直，宣传有骨气。所以我现在研究的这个很多东西都说明中国文化值得自信。我最近写一本书，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。后来这个外国人听了，哎呦，说你这样一写，说这个世界艺术史要重写了。那我事实摆在那了吗？中国文化那在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文化。